我死在岑雪界怀里后，他后悔了。双双重生后，岑雪界决意对我好一些。他循着上一世的轨迹来黑市买我，先从山上采来我最喜欢的芍药花，又自绣坊买了件织金流裙，来到卖我的笼子前，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。隔壁街上，我抓着一青衣少年的衣角，弯着眼睛笑问：“喂，要不要捡我回去养？”少年攥紧手里的剑穗，抿了抿唇，这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为何偏偏选我？因为在一世为奴中，他曾要我随自己的心意活一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抬眸认真道：“昨夜牙人打我泄愤，我生生晕了过去。梦里仙人指路，说是要我来此找一青衣复健的少年，他会救我于水火。”黑市上人群熙攘，我的声音在嘈杂声响中并不突出。而于星卓看着我蓝缕衣衫下隐约可见的边痕，神色微微松动。他道：“我很穷，跟着我的话，吃穿都不会如意。”我扬起唇角，没关系啊，我本就是个逃奴，经历过最不堪的处境，现今只要有个去处，什么样子都好。我从前没捡过姑娘。我笑得更加灿烂，那现在捡到了，凡事都有第一次嘛。于星卓脸眸仍在思索。我做出一副可怜模样：“少侠，行行好，我孤身一人，若是被牙人绑了回去，哪里能留得性命？”闻言，于星卓缓缓松开手中的剑穗，道：“那好，你且跟。”他话音未落，我扑进他怀中，于星卓整个人瞬间僵滞住。我仰头小声道：“牙人来了，借我躲躲。”于星卓慌乱地躲开我的眼神，随即将手环在我脑后，借袖子挡住我的脸。余光里，岑氏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经过这条街，人群中央，岑雪界冰寒如霜的面容一闪而过。上一世死前，血肉筋骨被寸寸碾断的痛苦似乎一息间又席卷全身。我竭力抑制颤抖的身躯，直到鼻尖嗅到的皂角香气将我拉回现实。是啊，我重生了。这一世，岑氏并未买下我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我再也不会是岑雪界身边那个卑贱如泥的炉鼎了。随于星卓出城前，他问：“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吗？”我指了指他腰间挂着的一包饴糖，眉眼弯弯：“坏人怎么会记着要为家中小宝买糖吃呢？”于星卓怔了一下，面色浮现些许复杂。到了望崖山上，我才明白他为何做此表情。于星卓很穷，我知道，在问剑大会上挥出惊艳世人的那一剑前，他住在望崖山的破落剑炉中，和眼前这个浑身萦绕着药味，正伸手要糖的青年一起。于星卓把饴糖抛给他，向我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师兄林素，他身体不好，人也孩子气，你别搭理他。”林素是个生得格外俊秀好看的男子，他没多问我的来历，而是笑眯眯地向我打了个招呼，苍白如纸的脸上浮现出几丝温和的神情。这位姑娘倒是面目可亲，既来了此处，我们便是一家人。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，莫再记挂。师兄眼唇低咳两声，又摸了颗糖含着。他抬眸，对了，姑娘的名字是……我转头看着身边的于星卓，少年的身形挺拔如青松。我叫浮影，花浮影。前世的掠影乍然浮现，青松般的剑修站在宣言花丛间，神色格外认真。既然你喜欢种花，不如便以花为姓。上一世我在笼子里奄奄一息时，岑雪界将我买了回去。岑雪界是仙门世家绛州岑氏的少主，遭人暗害，身中赤毒，须与极阴之体双修才能解毒。牙人说我是华夷族人，华夷族人雪肤花容，体质独特，是为炉鼎的上乘之选。我自幼辗转流离，几乎算是在囚笼里长大的，因而见惯了华夷一族人的下场，富贵乡里为妾为奴，或是被人制成傀儡，更不堪些落入秦楼楚馆为娼，命若浮萍，300年来几近灭族。我看着被家仆簇拥在中间的华服少年，黑市上的声音嘈杂，衬得他的眼神更加清冷寂静。耳边忽然想起曾经一个姐姐对我说的话，她被买走前捧着我的脸，额头贴着额头：“浮影，你要记得，你我这样的人，只有得到主人的喜欢，才能活下去。所以，买走我的人会喜欢我吗？”
那个如名字般冷清的过分的少年会喜欢我吗？我又要如何得到他的喜欢呢？入府那日，岑雪介在我眉间落下命气。他看着窗外簌簌落下的梨花，随口给我取下阿离这个名字。我极尽努力向岑府家仆打听岑雪介的喜好，笨拙地去讨好他。床子间明明京剧，却还是生疏的逢迎顺从。岑雪介洗净洗洁，我便永远只安静地待在他视线之外的角落，从不敢轻易打扰。当我学着别人的样子，为岑雪介擦拭他的佩剑凝光时，他按下我的手，眉眼轻舒，不用做这些，我也会好好待你的。我神色一喜，随即又茫然地抬眸，那你喜欢我吗？岑雪介正在原地，良久，他点了点头。岑雪介喜欢我，他不会赶我走。这世间最凄惨的命运不会降临在我身上。我实在高兴，高兴到得意忘形，贴近亲了一下岑雪介的侧脸。此后10年，我一直跟在岑雪介身后，随着岑雪介拜入玉箫剑宗，看他从那年弟子间的魁首，一步步成为名动天下的宁光剑主。肌肤像贴石的温存，他对我说的那些不会抛下我，会一直将我带在身边的话，让我觉得我和岑雪介靠得很近。可更多时候，岑雪介与同门论道、比武、周游天下，我们之间离得很远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甘心的呢？来到玉箫剑宗后，岑雪介与剑宗宗主的女儿盛央，那个凤凰一样骄傲的女子，来往得愈来愈密切。岑雪介可以将从不让外人动的佩剑凝光随意地递给他，教他演练剑招。他用剑锋指着我，昂着下巴问：“她是什么人？”岑雪介淡笑着摇头：“阿离她只是我的一个婢女。”秘境历练愈险，我耗尽力气，用10日10夜将昏迷不醒的岑雪介从深山里背出来。他醒来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盛央可还安好？”我讷讷点头，将自己被鲜血浸湿的袖口藏在身后。我仍然为岑雪介换衣做饭，照顾起居，看他与盛央言笑晏晏，看着霜雪一样的人为他化作一泓清泉。一日在后山，我撞见岑雪介与人论道闲谈，谈及世间情动。有人对岑雪介说：“我看你身边的侍女阿离，倒是对你真心。”岑雪介神情不变，他淡漠道：“炉鼎而已，只有奴性，何谈真心？”我终于明白过来，对物件的喜欢和对心上人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后来盛央在诸魔时不慎被俘，岑雪介拿我这个华夷族出身的炉鼎和魔族人做了交易。3年后，再回到岑雪介身边时，他已然要与盛央成亲。八方来贺，喧天的喜庆。我死在自己种下的那片花圃中，死在尘泥里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四周不是岑府的亭榭楼台，而是空旷干净的竹屋。这是望崖山上最好的一间屋子。我推门出去，熹微晨光里，于兴卓正在练剑。他的剑名叫翠月，剑身如玉，剑光如炼，倒是这望崖山上最不凡的一个物件。看到我，他微微冲我点了点头，便又认真地挥剑。我想起上一世，我们头一回见面，是他在后山练剑，不慎砍了我种的花。我在剑宗的处境并不好，岑雪介不愿我跟在他身边时，我便独自种花，聊以解闷。剑宗里并无多少如剑刃般成名的人，极恨岑雪介的人拿我出气，不着痕迹地欺负我，嘲弄我。与岑雪介交好的人漠视我，从不与我多说一句话。只有于兴卓，这个在问剑大会上刚刚夺魁的天才少年，在花圃旁等了一晚上，向我躬身致歉。他是仅有的与我平等相交的人。我从回忆里抽离出来，便开始生火做饭，给看上去身体十分虚弱的师兄熬米粥。林素看着升腾着热气的早饭，几乎要扑在地上给我磕一个。他热泪盈眶：“小花师妹，我们望崖山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人能吃的伙食了。”于兴卓抱着剑路过，腾出一只手把林素拎起来。在林素的怪叫声里，望崖山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于兴卓练剑、劈柴、打猎，外出采买东西。我做饭、缝洗衣裳，照看时不时发病晕倒林素。冬去春来，我熟悉了望崖山的一草一木，见惯了这里生落的云霞。望崖山上的日子虽贫寒，但十分祥和宁静。只是林素不知生了什么病，来来回回的发作，每次都需卧床几日乃至半月。我帮不上忙，
只能尽力照看好雅雅。于兴卓见此，总是带着他那把翠月剑一言不发地下山。一整日后，背着包裹回来，药材是给林素的，悄悄放在我房间桌上的是颜色鲜艳的钗裙。近来林素病得尤其重，甚至咳出大口大口的鲜血来。于兴卓晨起下山后2日未归，我守在门前，神思冲冲。林素看在眼里，他勾唇，笑意里似乎什么都知晓。去找他吧。林素遏制住喉间的咳意，声音断断续续，山下没什么好怕的，浮营，你不能一辈子都待在望崖山上。我惶然抬眸，良久，我深吸了口气，下定决心，独自下山去寻于兴卓。山下没什么好怕的，浮营，你是重生一次归来的人，不能怯懦如昨。我曾留意到，于兴卓带回的钱袋上绣着黑市上一家武馆的印记。循着模糊的记忆，我找到了黑市上那家武馆。走进武馆后，我才知道于兴卓之前的那些药材钗裙都是从何而来。擂台边，少年着一身水洗的发白的青衣，衬得身形更加瘦削。他把翠月剑放在台边的长桌上，嗓音冷然，这一局还是压这把剑。我心头一酸，上辈子于兴卓鲜少与我谈起往事，原来他曾过着这样的生活。林素的药材，日常所用，修炼需要的灵石，皆靠于兴卓在这间弥漫着血腥气的武馆里用一场场搏斗换来。而他身上可以抵押的东西唯有一把翠月剑，所以每一场搏斗，他只能赢，不能输。于兴卓看到我，眼神下意识地躲闪了下，随即他像是知道为何我会来这里，疾步走到我们面前，冷峻表情微微松动。这里太乱了，你先到外面等我，待会咱们一起回去。他下巴处的淤青格外刺眼，我敛去眼神里的担忧，坚定点点头。就在我离开时，不远处突然一阵骚动，一个身上坠金叶玉的仆人站在长桌前，将一个储物袋放在桌上，这里面装着5000块灵石，由我们岑家派人与你打一场。赢，这些灵石你都拿走。人群里响起起起伏伏的惊现声。5000灵石可供普通修士一生所用。于兴卓看向与翠月剑摆在一起的那些灵石，面色有些疑惑。那仆人扯了下唇角，放心，这把破剑入不得我家主人的眼。输了的话，无需你用此剑来抵，只需用你身边的那位姑娘来换。霎时间，我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冷凝住，令我僵在原地。2楼看台处，着一身血色衣袍的少年神情疏冷，眉头微蹙，他的目光遥遥望向我，在我身上停留住，许久不曾移开。岑雪界，相似的话语唤醒了前世的回忆。那时魔族邪修也向岑雪界提出了交换，用我来换圣央。卑贱的炉鼎换仙门前途无量的少主，多么划算的买卖。所以岑雪界一根根掰开我抓着他衣角的手，看着我蓄满泪水的双眼，轻轻叹息，阿离，等我接你回来。他明知道我最怕被丢下，被抛弃，可他还是那样做了。岑府家仆凌厉的声音将我唤回现实。准备好了，便可以开始比试了。我怔怔看着不远处的于兴卓，他拧眉，接着不住摇头，似是觉得此事荒谬到了极点。我同你比什么？我身边的这位姑娘是人，而非物件，不能拿来交换。他拿过翠月剑，翻身下台，便要带着我离开。武馆的打手却横在我们身后。姓于的，你可是签下契约，要在这连比12场的，如今还差最后一场，看起来是不让我们走了。我有些紧张，往于兴卓的身旁又靠近了些。就在气氛逐渐焦灼时，岑雪界自看台飞身而下，他执剑而立，对于兴卓道：“拔剑。”于兴卓冷然注视着他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拿浮营当赌注。岑雪界轻声重复了一遍浮营这2个字，随即扯了下嘴角。好，我们这场比试只论输赢，无需赌注。于兴卓的眼神霎时变得幽暗深邃，他的手按在翠月剑柄上，剑气流转。我想阻拦的动作停了下来。在于兴卓上台比试前，我贴着他的耳畔，小声道：“那人身中赤毒，运用不了多久的灵力，能拖则拖。”武馆中央，2人执剑相对。
看客间更是热闹起来。这岑家的少主发的是什么疯？居然自降身份和一无名少年比试。台上那个倒也厉害，之前从未有过败绩。嗨，再怎么说都是野路子，哪里比得上人名门正道的公子？那咱们赌一局。我遥遥看着于兴卓，他已经和岑雪界开始了比试。于兴卓习剑，无门无派，剑招变化百出，看着毫无章法。但对手在无准备的情况下，会显得格外手忙脚乱。而岑雪界出身绛州岑氏，自幼受剑道宗师指点，他又一贯挑剔，连剑锋都要追逐最极致的清明优美，一招一式都很规矩漂亮，同时不减杀气。二人有来有回，剑气交错间令人眼花缭乱。时间越过越久，按理来说，身中赤毒的岑雪界此时再打下去，五脏六腑都会因灵力过度运用而火燎般痛苦。可他面色不改，手下招式更凌厉了些，完全不像受赤毒所困的样子。随着一声刺耳的争鸣声，于兴卓自半空狠狠摔落，他勉强用翠月剑撑着身子，半跪在地上，唇角血迹嫣红。岑雪界垂眸，嗓音里不含一丝感情，你果然同我料想的一样弱。于兴卓握剑的手青筋毕露，紧接着他携剑又冲向岑雪界。败局已定，剑光映着少年晦暗的眼眸，接着寸寸泯灭。于兴卓伏在地上，挣扎着想重新站起来，却再无力气。够了，我们认输。我冲上台，疾步来到于兴卓身边，查看他的伤势。岑雪界的目光自于兴卓身上移向我，他叹了口气，他护不住你，随我走吧。我去扶于兴卓的手颤了颤，紧接着我直起身，正视着岑雪界。那张熟悉的面容跨越辽远光阴，再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囚笼外干干净净的岑雪界，岑府抓着我的手教我习字的岑雪界，剑宗转身离去，离我越来越远的岑雪界。绕过两世，他还是一眼选中了我，要我继续做他的炉鼎吗？我目光毫不闪躲地看着岑雪界，这位公子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你凭什么来管我们的事？岑雪界缓下声音，徐徐道，你是华夷族人，去岁在黑市上脱逃，黑市的人一直不曾放弃追寻你的下落。你应当清楚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华夷族人，在这世道会有多危险。我自然知道，沦为炉鼎，落下命气，等乃日再无利用价值，便会被转手丢弃。闻言，岑雪界脸色有些惨白，就连嗓音都有些滞涩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以给你一处庇护之所。他话还未讲完，便被我的冷笑声打断。我继续道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一直过得很好，而你一出现，便伤了我在意之人，还大言不惭要带我走。你知晓我的身份，对吧？所以你更恶心，明明你不过也是一个看中我体质，想利用我的人，却还要装作你大发善心，给我机会的样子。岑雪界蹙眉，我并无此意。你身边的人，一个剑都拿不稳，另一个还在襁褓之中，你与他们为伍，如何令我放心？他们是我选择的家人，与你何干？我无比冷静地问道。岑氏的公子，听闻习剑之人最要紧的是心性端正，你一贯这么假惺惺吗？岑雪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片刻后，他刚想说些什么，却呕出一口血来，站立不稳，几欲倒下。岑家家仆乌泱泱上来扶他。我了然，这是赤毒反噬，方才的比试，岑雪界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轻松。接着，我向地上的于兴卓伸出一只手，有些难过地看着他身上的伤。我扶你起来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眼眸里闪过赞许的色彩。福营，做得好。回到望崖山上，卧床的人变成了2个。所幸之前大家攒下了一笔应急的钱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我满心惶然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于兴卓。他的伤因我而起，这一世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却只给他添了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因而每天给他送饭敷药，都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。于兴卓也沉默许多，他本就话少，现在更似个偶人般不言不语。这种气氛下，我几乎想夺门而出，径直下山去。岑雪界的话我记在心里，万一黑市，亦或是岑家要将我抓走，望崖山并无抵抗的力气。暮色霭霭，林素披着衣裳来找我，她如往常一样糊着眼，笑意融融。
怎么下了趟山，你们二人便神思冲冲，如临大敌呢？我看着林素清俊苍白的脸庞，声音细弱，林师兄，我现在很害怕，我会为望崖山招来祸患。林素歪头，因为华夷族人的身份。我惊讶抬眸，看到林素了然一切的神色。他道，自你来到望崖山上的第一日起，我便发现你心底藏着滔天的怨愤。可过去1年，仿佛这望崖山上的日子足以让你将前尘往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你一直表现得若无其事。直到你从山下回来，我又看到了你心底那无处掩藏的情绪。我捂着心口，一时怔然。是怨啊！这一世明明我来到了望崖山，和少年时的于星卓相遇，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可为什么岑雪界又要来打破这样的局面呢？我已经因他死过一次了。他与魔族邪修约定3年后接我回来，语气森寒地威胁他们不许伤我性命。可一个被主人当物件般交换过去的炉鼎会遭遇什么，他当真不知吗？那些日子太可怖，我只记得一次次濒死时强喂给我的续命药，很苦。到了约定之期，魔族人很爽快地将我送回剑宗，只不过为了表面样子过得去，他们让我服下一颗透支寿命，换来身体看起来无虞的丹药。而我的身子早就废了，这颗丹药于我而言是催命符。回到剑宗还未1月，我再也支撑不住，浑身脉络寸寸断裂，血液渗出肌肤，每一处尚存知觉的地方都在叫嚣着痛苦。直到死亡的那一刹那，我都未想明白，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？为什么是我？林素开口问道。浮影，你觉得华夷族人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？我抿唇，流亡四散，无枝可依。他笑意清浅，300年前，华夷族善歌舞，天性温良，擅长术法。那时的华夷族人同这世上万万千千的修士一样，修行悟道。可谁知人心诡异，被发现体质独特，可为炉鼎后，华夷族迎来灭顶之灾。但即便如此，幸存的华夷族人仍在努力求生，对抗这不公的命运。林素的神情蓦地认真起来，他握住我的手，绿柳滴烟般的灵力轻盈地绕上我的手臂，再至眉心，这样的感觉无比亲切。林素的眼眸迸发出温和的光泽，伴随他的讲述，我似是置身在一处水镜之上，眼前浮现许许画影。浮影，你出生在15年前的一个春夜，你的父母都是华夷族人，你们避世而居。那是一处很小的村落，坐落山间，流水潺潺。小屋里灯火昏黄，年轻的夫妇看着怀里的孩子，相视而笑，眼底蓄满了泪水。他们很爱你，从不愿离开你哪怕一瞬。妇人推着摇篮，嘴里哼着断断续续的歌谣，不远处的青年刻着平安锁，上面写着浮影2个字。他们教你换爹爹娘亲，可还未等你学会，外面的人闯进你们的家园。刀剑凌厉地穿透那个村子的安宁，到处是哭叫声，到处是鲜血。摇篮里的婴儿为时逝世，看着最亲近熟悉的人倒在自己面前，丝毫不知这意味着什么。而后沦为囚奴。我遏制不住的哭泣，更汹涌而来的情绪是愤怒。那是我的父母，他们为了保护我而死去，可我却不曾记得他们一丝一毫。浮影，你我同族同源。林素松开我的手，看着我讶异的眸子，缓缓道，我亦是华夷族人，不过我已经活了100年。100年前，19个华夷族人在逃亡时，把他们的寿命和灵脉送给我，祝愿我能好好活下去。我极尽所能，日复一日的修炼，只盼能窥破天机，能为华夷族人找到一条求生之路。我修炼大成后，因着血脉指引，可以看到所有华夷族人的过去和现在，却徒增痛苦，无能为力。我试着去救人，去杀人，可代价是我的运势越来越坏。天道发现了我早该死去，于是想将我驱逐出这个世界。林素自嘲般笑了一下，天道厌憎，我想救的人都会死。我的修为再难寸进，甚至灵力都在日复一日的流失。我放弃了，那时我万念俱灰，躺在路边整整半月，想着就这样去死吧。可一个身子还没见高的小孩把我捡了回去，他同我一样亲友俱丧，我想就当是天下可怜人都聚在一处取暖。为了他，我便再活1日吧。夜风幽微，
递来林素有些遏制不住喜悦的声音。再活1日，再活1日，现如今，我终于找到办法了。我看着他，问道：什么办法？林素自袖间拿出一枚玉简，这是我耗费一身寿命推演出的功法，名为鬼化诀。修习此功法者，可侵入同自己双修之人的识海，控制其神智，从而掠夺其灵力为自己所用。既然人人都欲以我华一族人为炉鼎，我们为何不能反过来，以他们为炉鼎呢？我正然有些艰难地重复了一遍：你的一身寿命。林素笑意从容，他似天下最温柔的长兄那样，摸了摸我的头顶。浮盈，我很快就要死了，但是我很庆幸能遇到你，我的族人和家人。所以，你愿意背负新的使命，去改变那些华一族人的命运吗？我坚定地点点头，道：我愿意。我知晓经历过残酷短暂的一生，不要再有人同我一样了。这世上没人该是那种毫无自尊自由的活法。好，我会将我的灵力和修习的术法都传授于你。华一族人神识相通，你可入他们的梦，教会他们如何修习娃化诀。记住，你的气运灵力愈强，你能入的梦就愈多。林素无比郑重地看着我，浮盈，我要你有一个就一个。尘世广阔，既勿前尘，便不要让以后的路后悔。山崖边，风声烈烈，少年沉默的挥剑收剑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我平息下心情出来后，便看到于星卓的身影。他的伤还未好全，怎么半夜出来练剑？我走到他视线所及处，于星卓便止住动作。不知道他在这里练了多久，就连按着淬月剑的手都在不自觉地颤抖。月光成明，我和于星卓默契地并肩坐下，无垠天幕在我们面前铺开。是因为那日武馆的比试吗？我直截了当。于星卓颔首，他想了想，道：我的剑是我娘教的，她把淬月给我之后，便一直问我一个问题：我为何执剑？过去我想，我是为了自己在意的人执剑，师兄和你。可那日败在岑雪界手下后，我发觉我其实是在为自己执剑。我不是个称职的剑客，我没有自己的剑意，天资平庸，根本无法保护旁人。眼前的少年把自己的怯懦和自卑尽数剖开，拿给我看。我转眸，认真对于星卓道：不是这样的。岑雪界出身世家，天然比旁人优渥，可你还是能凭借自己的本事与他过招。你的剑道并非比不过他，你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。于星卓哑然失笑：浮盈，不必这样安慰我。我撑着下巴，语气笃定：于星卓，你会在19岁那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剑客。你挥出的那一剑，光寒九州，名震天下。他问：又是仙人对你说的？我晃了晃手指，道：是我说的。月娘见证，此话绝不作假。圆月皎洁，光芒垂落大地，垂落在少年的眼睫上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于星卓每日晨起挥剑3000次，我随林素修习术法，各有进益。林素心意已决，将他的全部修为慢慢输送给我。灵力拓开我身上的灵脉，漫入神识，恰如百川入海，我眼前的世界乍然换了副模样，好似世间的第一场春雨过后，万物萌发。林素并不愿让于星卓知道他即将离去的事实，便将我们赶下山去，要我们游历天下，学有所成后再回来。徐徐微风里，于星卓回望望崖山上那间土屋，屋门前的青年如往常一样，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而后于星卓背起长剑，往远方去。这是此生我们与林素最后一次相见。修炼有成后，我脑海中上一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。我记起每一处听闻过的秘境地点和还未被发现的灵脉，借着这些助力，我和于星卓的修为越来越高，可以抵达的地方也越来越远。突破筑基境时，我入了第一个华一族人的梦，那是个眉眼倦怠，脸上横贯着一道伤疤的女人。我交给她娃化诀后，不过1月，便听闻城中幕府的老爷离奇自尽，死状惨烈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和于星卓一起走过九州大地。天之南有大海扬帆，地之北见雪暗如沙。大江大河东流而去，西边坐落着高大瑰丽的神山。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，依旧下许许多多的华一族人。
于兴卓19岁那年，中州举办问剑大会，天下剑修汇聚于此。上一世，我与于兴卓相识于剑宗，大部分时间便是我在侍弄花草，他在一旁练剑，有时他会将外面的事情说与我听。现在我们一同来到问剑大会，于兴卓的名字登进名录后，连胜17场，一跃来到前10的位置，和那些名门之后并列在一起。如前世那样，人人都知晓，天才剑修横空出世。茶馆里来来往往皆是复剑的人，他们嘴里念着这场大会上的精彩比试。我坐在2楼窗边，伸手去接外面的雨滴，听到于兴卓的名字时，弯了弯唇。我去望崖山找过你。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。我抬眸，岑雪界仍着一身白衣，腰间配着玉箫剑宗的那门首席玉牌。他会出现在此，倒也正常，这是天下剑修的盛会。你过得如何？岑雪界问道。我拧眉，岑雪界对我格外在意，已经不能用我是华夷族人这个理由解释了。他为何阴魂不散呢？我默然回道，干你何事？岑雪界轻叹一口气，在我面前坐下。当年我本来是去黑市买你的，可我只寻到一个空笼子。我原以为是我重生后扰乱了本该发生的事，可在武馆看到你后，我发觉我们明明应当是出狱，你却怕我。所以阿离，你同我一样也重生了，不是吗？我手不自觉地攥紧许久不曾想起的阴霾笼在心头。是啊，我平视着岑雪界，在他脸上看到了与前世如出一辙的神色，冷清从容。听到我承认后，岑雪界垂了垂眼眸。前世是我对你不住，你怕我怨我，是应该的。岑雪界顿住，又继续说着，不要再躲着我了，阿离，我会弥补你，不会再伤害你的。我仿佛听到什么有趣的事，轻快道，我从未躲过你，我只是不在意，甚至忘掉你了。岑雪界怔然。我继续说，岑雪界，我不需要你的自以为是了。想想上一世，你我从未有过这样平等交谈的机会。你从来都看不起我，甚至买下我后，连我的名字都未曾开口问过。一直以来，你把我当你的一件私物，所以伤害过后再去弥补。在你眼里那么轻易，我不需要这样居高临下的怜悯。岑雪界一时滞住，他想了又想，终于开口说道，上一世我自幼受家族教导，自认这世间与我相配之人该是同样出身名门、纵横九州的女子，所以我总是刻意将你遗忘在身后。可直到失去你，我才发现你才是我挚爱之人。我想重生之事是上天因你我执念过盛，给了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多么荒谬啊！我唇角笑意讥诮，岑雪界，你一向喜结，可这样说话就太恶心了。炉鼎而已，只有奴性，何谈真心？这是你说过的话，你瞧不起他人的真心，自然也不会有人瞧得起你所谓的真心。更何况上一世我的惨死，归根到底是你的缘故。你我之间如今只剩下仇怨了。你要弥补，先将我的命还来吧。岑雪界的脸色愈发苍白，每一道话语都撕压在他的脊骨上，令他全无昔日的傲气。我轻嗤一声。此时，一个红衣女子风风火火上楼来。盛央指着我，问岑雪界，她是谁啊？抢在岑雪界前面，我冲盛央微笑道，我是花福营，一个散修。盛央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他一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，毫无一丝敌意。你生得真好看。楼下几个少男少女冲我招手，福营，快下来，于兴卓这小子荣登魁首，要请大家喝酒去。我和于兴卓隔着雨幕对望，表情霎时柔和起来。那就再会。我转身下楼，行过长街，我蓦地回头看了一眼茶楼的方向。岑雪界仍坐在那里，雨幕朦胧，一如他眉眼间氤氲着潮湿雾气。隔日是问剑大会最后一天，按照惯例，大会魁首可任意挑战一名天榜上的剑修。于兴卓站在台上，剑指岑雪界。时隔多年，他们又同台而战。他们俱使出全部本事，剑光交错，杀气弥天。但岑雪界不曾知道，现在的于兴卓经过多次秘境试炼和一次次战斗，已然自成派系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模仿，
任何人都不能摸清的见识。嘈杂人群中，我只看向于星卓的方向。他拄剑而立，灵力自指间淌入翠月剑身，细微的铮鸣声里，剑尖抬起，随之一道弧光斩破虚空。世人便只得见那一道弧光。九州失声，天地失色，岑雪界抵挡不能，白衣染血，狼狈倒地。自此，于星卓名震天下。这一次，于星卓没有应玉霄剑宗的邀请，拜入剑宗。我们继续周游天下，济弱扶危。我能救下的华夷族人越来越多，报仇后重回自由身的族人们建立起自己的宗门。300年来的苦难逐渐终结。岑雪界时常修书给我，或托各种各样的人向我传口信，想与我见一面，可我从来不曾答应。后来诸魔战场上，岑雪界歼灭100余个魔族后，陷入杀阵，人见俱亡。我与于星卓比时，同样在大陆的另一端除魔，听闻这个消息，也只是愣了一瞬。天下终有太平时，春3月，望崖山花开遍野。我站在花丛中，兀地想起前世回到剑宗后，我以为后山那些花无人照料，早已枯死。可我去看时，花圃里百花怒放。于星卓放下手里的锄头，呆呆地看向我。我问，为何帮我照料它们？于星卓说，你那么喜欢种花，我便觉得花团锦簇时，你就会重新出现在这里。此时花如昔年，人胜当年。我看着花海中乍然出现的于星卓，与他相视而笑。天地广阔，容得下我们自由生长，负万万千千个愿望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